谭健次清唱《被我弄丢的你》，你小子别太会。这场关于爱与找回的视听盛宴，谁还能忍心生气？最近我的社交媒体首页几乎被一句话彻底刷屏了：谭健次，你小子别太会，这谁还能生气啊？起初看到这句话时，我还带着几分作为内容创作者的审视与好奇，心想究竟是什么样的操作，能让向来挑剔的网友发出如此毫无保留的感叹。直到我点开了那段谭健次清唱《被我弄丢的你》的视频，并深入了解了这部电影及其背后的《被我弄丢的你》观影团和微博 VC 计划的种种细节后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，真正的必杀技从来不是华丽的包装或刻意的营销，而是那份剥去所有伪装后，直抵人心的真诚。今天，我想和大家坐下来，像老朋友聊天一样，好好聊聊这部作品、这位演员，以及他背后所引发的层层涟漪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影视宣传案例，更是一场关于当代人情感共鸣的深刻探讨。首先，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《被我弄丢的你》这部电影本身。在这个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社会里，我们似乎总是在不停地奔跑，为了学业，为了事业，为了那些看似重要却往往虚无缥缈的目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最容易弄丢的，恰恰是那个最初满眼都是自己，愿意陪我们吃路边摊，在深夜里听我们倾诉的人。电影的叙事并没有采用那种跌宕起伏、狗血淋头的戏剧化冲突，而是选择了一种极其克制、极其贴近生活的娓娓道来。它就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了无数普通情侣在现实面前的挣扎与无奈。我个人在观看时，内心是极为触动，甚至感到一丝酸楚的，因为那种不知不觉间就走散了的遗憾，实在是太真实了。它没有责怪谁对谁错，只是平静地展示了生活是如何一点点消磨掉激情，又是如何在某个瞬间让人猛然惊醒，意识到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。这种对普通人情感状态的精准捕捉，正是这部电影能够深深扎根于观众心中的核心原因。说到这部电影，就绝对绕不开男主角谭健次的表现。过去，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唱跳俱佳的偶像，或是某个古装剧里惊鸿一瞥的惊艳角色。但在这部作品中，他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，完成了一次极为扎实、极为落地的表演蜕变。他饰演的角色身上带着一种都市青年特有的疲惫感，但眼底又始终保留着一抹不灭的温柔与执拗。我特别想提一下他在几场情感爆发戏中的微表情处理，没有歇斯底里的咆哮，也没有夸张的肢体动作，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眼神里交织着懊悔、不舍和深深的无力感。那一刻，屏幕外的我仿佛能听到他心碎的声音。不得不说，谭健次在角色塑造上的细腻程度已经超越了许多同龄演员。他懂得留白的艺术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收敛，什么时候该释放。这种专业且极具层次感的演绎，让我这个原本只是抱着随便看看心态的观众，彻底被他的演技所折服。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明星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会痛会哭的普通人。这种接地气的真实感，恰恰是他最迷人的地方。而真正让谭健次“你小子别太会，这谁还能生气啊”这句话破圈传播的，无疑是他在相关活动中清唱《被我弄丢的你》主题曲的那个名场面。大家想想看，在如今这个高度依赖后期修音、半开麦甚至全开麦都要垫厚一层和声的演艺圈，选择清唱需要多大的勇气？清唱往往是最考验歌手基本功，也是最容易暴露短板的形式，因为它剥去了所有乐器和音效的掩护，只剩下最原始的人声和情感。但谭健次偏偏选了这条最难的路，并且走得异常漂亮。在那段清唱视频中，没有炫技的高音，没有复杂的转音，只有他略带沙哑却无比真诚的嗓音，伴随着轻微的呼吸声，将歌曲中那种弄丢了你之后的悔恨与渴望找回的情绪，一点点地揉碎了喂给听众。我个人在听那段清唱时，甚至能感受到他声音里那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那不是技巧的不足，而是情感满意到无法自控的自然流露。这种以情代声的处理方式，简直是一记温柔的重拳，直接击中了观众内心最柔软的软肋。难怪网友会发出那样的感叹，面对这样一份毫无保留的真诚，面对这样用心对待作品和观众的态度，谁还能忍心去挑剔或生气呢？这不仅仅是业务能力的展现，更是一种对艺术的敬畏之心。除了演员个人的魅力和作品的质感，被我弄丢的你观影团的线下活动，也为这部电影的热度与口碑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我有幸关注到了几场观影团的现场反馈，那真是一场充满温度与泪水的集体情感释放。在黑暗的影厅里，当电影播放到那些戳中泪点的桥段时，你能清晰地听到周围此起彼伏的抽泣声和擤鼻涕的声音。
而在映后的交流环节，谭健次与观众的互动更是将这种温度推向了高潮。他没有端着明星的架子，而是像一个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，分享自己在拍摄过程中的感悟，甚至坦诚自己面对某些情感戏时的脆弱。我个人非常欣赏这种观影团的形式。在当下这个数字化、虚拟化的时代，我们太需要这种真实的、面对面的情感连接了。观影团不仅仅是一个宣传电影的渠道，它更像是一个情感树洞，让有着相似经历的陌生人聚在一起，通过一部电影互相治愈、互相取暖。当谭健次在台上真诚地回应观众的提问，甚至再次轻声哼唱起那段旋律时，整个影厅的氛围是神圣而感人的。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凝聚力，是任何冷冰冰的数据和票房数字都无法衡量的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忽视在这个传播链条中，微博 VC 计划所发挥的关键作用。在这个信息碎片化、注意力极度稀缺的时代，酒香也怕巷子深。一部好电影，一个好演员，需要合适的平台和方法才能被更多人看到。微博 VC 计划 Video Creator Plan 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高效的赋能生态。通过鼓励创作者产出高质量的二创视频、幕后花絮、深度影评以及像谭健次清唱这样的高光切片，微博 VC 计划成功的将被我弄丢的你的核心情感价值，以最适合移动端传播的方式，精准地推送给了目标受众。我个人认为，微博 VC 计划的高明之处在于，它不是生硬的灌输广告，而是通过激发创作者和粉丝的自发热情，形成了一种自来水式的口碑传播。当你刷到一段谭健次深情清唱的短视频，配上精心剪辑的电影画面和戳心的文案时，你很难不被吸引，进而产生去电影院一探究竟的冲动。这种将专业影视宣发与 UGC 用户生成内容生态完美结合的模式，不仅极大地拓宽了电影的受众边界，也让谭健次这个名字与真诚、实力、共情等正面标签深度绑定。从营销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无疑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操作，但它之所以成功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内容本身足够硬核，经得起推敲。回过头来，我们再细细品味谭健次，你小子别太会，这谁还能生气啊？这句略带调侃却充满宠溺的网络流行语，他表面上是在抱怨对方太会撩、太会拿捏人心，但深层含义却是对一个人专业能力、情商以及真诚态度的最高赞誉。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里，我们见过太多昙花一现的流量，也见过太多敷衍了事的工业糖精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谁是真心实意在对待作品，谁只是在敷衍了事，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。谭健次通过这次被我弄丢的你的宣传期表现，无论是演技的打磨、清唱的勇敢，还是线下观影团的真诚互动，都向大众证明了一件事：他不仅拥有出众的天赋，更有着愿意沉下心来，一步一个脚印去深耕的定力。这种别太会的背后，是无数个日夜的剧本研读，是对每一个眼神、每一句台词的反复推敲，是对观众期待的敬畏与尊重。我个人对此感到由衷的敬佩。在这个浮躁的环境里，能够保持清醒，坚持用作品说话，用真诚换真心，这样的艺人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掌声和支持。最后，我想谈谈《被我弄丢的你》这部电影带给我的终极思考。电影的结局或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完美无瑕的大团圆，但它却给出了一种充满希望和解的答案。它告诉我们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走散或许是常态，但只要我们内心深处还保留着那份对爱的渴望，还愿意为了找回对方而付出努力，那么弄丢就永远不是终点，而是重新认识彼此，重新学会如何去爱的起点。谭健次在电影内外所传递出的那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，正是对这一主题最好的诠释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唱出了那些在深夜里无法言说的遗憾，也演出了那些在平凡日子里闪闪发光的坚守。从被我弄丢的你的细腻叙事，到谭健次令人惊艳的演技突破，从那段直击灵魂的清唱名场面，到充满温度的观影团互动，再到微博 VC 计划推波助澜的精准传播，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次近乎完美的文化现象。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成功，更是一次关于爱、关于成长、关于真诚的价值传递。所以，当再次听到那句你小子别太会时，我会心一笑。是的，谭健次，你确实很会，你用你的专业和真诚赢得了所有人的心。而对于我们每一个观众来说，或许在走出影院、放下手机之后，更应该做的是审视自己的生活，紧紧握住身边那个人的手，轻声说一句：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把你弄丢了。这或许就是这部作品以及这位演员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。